另外还有一个四逆散症。所以四逆散，咱们大家学过中医的都学过这个四逆散。四逆散4个药：柴胡、芍药、枳壳、甘草，这4味药。这个药的这个方子的一个特点，首先是棱角脸，就是咱们的方脸。这个是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啊。为什么给他讲这个方子？大部分是年轻人的。咱们一看这个人是年轻人啊，面部油光，面部并不是很油的啊，面部并不是很油的，只是个棱角脸。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紧张腹。咱们现代人是这个爱美，尤其女性啊，要瘦肚子是吧？肚子比较瘦，然后肌肉比较紧张。另外是容易出现挛急的痛。年轻的女性出现痛经的，年轻女性又加上如果有棱角脸的，又有年轻女性痛经，这几个特点咱们就可以完全看一个年轻，再一个判的是少阳面啊，是个棱角脸，又有挛急性的疼痛，尤其来月经的时候可以这个出现痛经，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用四逆散为底方。如果淤血比较严重的，可以加活血药，加桂枝茯苓丸。所以我治疗年轻女性痛经的，属于少阳的病人的，一般就是用四逆散加桂枝茯苓丸，很有效。另外这种人特点还有冰棍手，脉象是弦脉。为什么冰棍手呢？年轻女性吧，爱美的，常常出现手足末梢是冰凉的啊，这种人一摸手它是凉的，但是他并不觉得冷，就是因为四逆散它是肝气郁结之后，这个气血不能很好的达到四末啊，四肢的末梢，这时候会出现冰棍手啊，这是四逆散的一个表现。另外讲第二个特点就是太阴啊，太阴面什么特点呢？咱们先可以看看这2个图片，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2个图片哪个图片哪种人是这种太阴呢？咱们讲这个太阴面又叫郎君面啊，什么叫郎君呢？简单来说就是小白脸啊，小鲜肉，这是郎君面。咱们看这图片，胖的和瘦的，还有这右边这个图片，都是看这种郎君面，这种太阴面是偏瘦小的啊，偏瘦小，而且是皮肤比较细腻的啊，小白脸、小鲜肉都是这种郎君面啊，都属于太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现呢？就和他的脾胃功能有关系。这种太阴面，大部分人是脾胃的功能是不足的啊，脾胃不足，太阴脾虚。再看具体的特点是怎么来判断它是一种太阴面啊？首先是它的头相对比较小啊，头是比较小的啊，小的头，咱们看前面图片也是，头是比较小的啊，头是比较小的。另外是头比较圆啊，圆的特点，这个咱们讲如果讲相法的是这个土圆敦厚啊，土圆敦厚。为什么叫圆呢？土的特点是承载万物啊，承载万物。敦厚，这是土的一个特点，所以它是圆的啊，而且面白。为什么是小白脸呢？它是面部比较白的啊，白皙，毛是细的啊。为什么细呢？皮肤比较细硬。咱们这要和后边的这个太阳面，太阳来见面。太阳是一般是毛孔比较粗大。就为什么这个讲那个说臭男人是吧？男人比较臭，为什么臭呢？毛孔粗大，汗比较多啊，或者是汗出的比较少，这个气味散发的比较这个出现有味儿，油汗啊，油汗味儿。这个毛孔比较细腻啊，面白毛细，再一个是偏瘦，这种人一般偏瘦。胖人一般不会是这种太阴面，因为他瘦是因为脾虚啊，脾胃功能不足，所以他吃的少，营养物质吸收的相对就不足，他这个人是偏细的啊，偏瘦的。所以在金匮要略里边提到，面色薄，酸血不能行。为什么会是这种特点呢？面色薄是面色白细腻，就是薄啊，
不像这个少阳面是有油光的啊，或者是这个阳明的，或者是这个太阳面的，后边还讲是容易皮肤比较粗糙的，容易长痤疮的。这种太阴面是面色薄啊，面白，皮肤比较细腻，就是酸血不能行，这种人容易瘦啊，容易没劲儿，容易乏力啊，所以是酸血不能行，不能耐劳力啊，这是它的整体的一个特点。另外，鼻翼容易晦暗，太阴脾虚之后，你看咱们观察鼻翼容易晦暗，晦暗之后就说明它太阴脾虚，它的消化能力比较差。另外，涉及到手疹了啊，掌心有汗，这种人容易出现手心容易出汗，常常容易出汗，别的地方可以不出，但是手心容易出汗啊。咱们手心和手背它代表的不一样，手心是和脾有关系的，另外还有和心和少阴心有关系，另外还有太阴脾有关系啊。再一个就是手背和少阴肾有关系。如果咱们判断手心和手背的话，手背是少阴肾，手心是太阴脾啊，所以手心有汗，大部分是可以用咱们的桂枝类方，像桂枝汤、小建中汤。如果是咱们判断这个人是面白毛细，是个太阴面，加上手心有汗，其他的咱们可以不用问，就可以开出桂枝汤这个方子来。如果这个病人是出现了腹痛，容易经常出现腹痛，咱们可以在桂枝汤基础上加上一味饴糖，也就是小建中汤。面白毛细，手心有汗，肚子疼，就可以用小建中汤。如果面白毛细，手心有汗，其他的没有，就可以用桂枝汤。这个判断比较简单吧。所以它的特点来总结一下：体型消瘦啊，体型是非常瘦的，胸部扁平。咱们女性有的这个乳房这个比较发达啊，这说明她肯定不是个太阴的。一般是太阴病的病人，女性是胸部比较扁平的，肌肉不发达，萎缩，皮肤没有光泽。虽然她面白色，但是它光泽度要差一点。如果是太阴脾虚的话，白而且是偏晦暗的。咱们从鼻翼晦暗可以判断出，它虽然面部是比较白的，但是它皮肤是颜色偏晦暗的啊。这个或者是年轻时皮肤白皙，而老年人出现皮肤的干枯发黄，都是属于太阴脾虚的一个表现。头发黄细软稀少，因为太阴脾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这个如果他脾虚了，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而出现头发的黄细软稀少啊。这是太阴脾虚的整体的一个特点。同时呢，这种人这个容易饥饿啊。他虽然因为他脾虚，他消化能力差，这时候他这个吃的少，容易饿啊，好甜食啊。这个太阴面还有一个特点是，这种太阴面的人容易疲劳，因为他吃的少啊，能量消耗的又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可能容易疲劳，容易饥饿。比如说有人到了饭点还没到饭点就饿了，这种人但吃又吃不多，这种人就是这种太阴人啊，容易疲劳。另外是容易腹痛和便秘，比如说小建中汤。如果便秘了怎么办？小建中汤除了治腹痛，也可以通过也可以治便秘，它是通过调整咱们肠胃的功能来治疗便秘。这种便秘并不是大便干结，而是排便困难啊，排便它的动力不足。另外一个特点是易性功能障碍，这点有的人好多不理解，性功能障碍不是和肾有关系的吗？为什么太阴脾也会出现性功能障碍呢？咱们后边给大家举例子啊。这种病人体质的形成，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太阴病的一个体质，与先天不足有关系。因为咱们讲太阴脾是后天，肾是先天，先天可以养后天。如果先天禀赋不足的话，这时候就容易出现脾虚的一个表现。
同时和后天的一些这个损伤有关系，比如后天的过劳。现在年轻人很多会出现这种过劳，吃饭不规律、熬夜，这种后天损伤也会造成咱们太阴脾虚。再一个营养不足营养不良有这小孩在发育过程中造成营养不良、营养偏食，这偏食偏食的表现，这时候会造成营养不良、缺钙、缺锌、光照不足，这样的孩子肯定是一种这个脾胃功能减退不足的一个表现。另外，运动量过少，尤其现在咱们经常在坐办公室，又是天热了以后又开空调，很少进行户外运动，这时候也会形成这种脾虚的一个表现。再一个睡眠不足，经常的腹泻或者是大量的出血，也可以造成。因为性生活过度，也会除了伤肾之外，同样也会伤及后天的脾胃。这种病人多见于桂枝症，咱们刚才举例子也都是举的是和桂枝相关的比如桂枝汤、小建中汤，都是这种桂枝症。咱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这种太阴脾虚的人容易出现性功能障碍这种面白毛细、这种小白脸的人、小鲜肉的人，到后期就容易出现性功能的减退这种人容易出现性功能减退。比如在《伤寒论》提到的这个男子失精、女子梦交，这种人如果这个性功能这个经常耗损的话容易遗精早泄的这种人，这个容易出现性功能减退。这时候可以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这是这个方子应用。在这儿给大家举个例子，也是我前期刚治的一个病人。这种病人是年轻人，24岁，一个男的，他确实面部面白，皮肤比较细腻，比较瘦。他是在一个私立的一个大学里边，这个刚参加工作。他这个人有一个特点手淫比较频繁，出现了出汗，容易疲乏。这时候我这个用的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这桂枝汤基础上加上了龙骨牡蛎，吃了1周之后，这个人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吃了1周之后，他的出汗疲乏症状减轻了同时我要告诫他把这个不良的习惯戒掉以后，再加上用药，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个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怎么应用简单的一个方法。要判断他是一个太阴面的人必须是消瘦、面白毛细、容易出汗的，再加上如果他确实有手淫的这个不良习惯，或者是没有手淫这个不良习惯，如果出现出汗比较多容易疲劳，又是这种太阴面的人，就可以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尤其是伴有出汗多，因为龙骨牡蛎可以敛汗这种人可以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证。另外小建中汤这种也是桂枝症，桂枝汤基础上加了个饴汤，这个也可以治疗这种性功能的减退。咱们从这个原文上可以提到，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边提到，腹中痛梦失精这种病人会出现虚劳、里急、腹痛面白毛细、手湿出汗加上腹痛，就可以用小建中汤。如果这个病人面白毛细，又会经常出现遗精的表现这也说明他是有性功能的一个减退这时候也可以用小建中汤。所以这种太阴病的病人容易出现性功能减退并不是肾虚的才会出现所以脾虚的这些人也同样会出现这种性功能的减退这是讲的太阴面。下面讲少阴面少阴面咱们讲一个原文，在《伤寒论》提到的少阴之微病，它的提纲症：少阴之微病，脉微细，淡郁美。什么叫微细呢？摸脉似有似无，摸不到微小而且又偏细，这是这个少阴脉。另外淡郁美，这种病人的特点就反映一个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就可以从面质上来判断。
怎么来判断？看瞳孔，淡郁昧。什么叫淡郁昧啊？就是想睡觉又睡不着，这人非常困又想睡觉，但是又睡不着，这是淡郁昧。咱们从瞳孔上可以看到，目光呆滞，目光晦暗，没有精神，这是少阴面的一个特点一个精神状态，想睡觉又睡不着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另外，它的面部总体来说是偏晦暗的，容易发青，偏晦暗，面色晦暗。为什么会晦暗发青呢？因为少阴肾是主什么呢？是以阳虚为主的少阴肾以阳虚为主，阳虚之后，阳虚则寒寒则凝，有寒了，血液就容易凝滞，凝滞之后呢，就容易发青发晦暗。看咱们的这个打比方，咱们的动脉血和静脉血，动脉血是红的，是吧？咱们静脉血是发青发晦暗的，因为它这个含氧量比较少，含氧量多的它的血就发红，而含氧量少的就会发青发暗，因为它阳虚之后就会出现寒凝的特点，寒凝之后它的血液流速就减慢了，血液流速比较慢就会发青，所以阳虚则寒，寒则凝，这是少阴面的一个特点另外，眼泡容易浮肿，因为阳虚之后它偏寒了，它的运化水湿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浮肿的一个表现唇色暗淡干枯。咱们以后还会给大家讲唇疹唇疹虽然唇是咱们这个脾开窍于唇，但是咱们的肾在唇部也有它的定位，咱后边还会给大家具体要讲同时肌肉松软无力，皮肤干燥无光，因为它虚了，气血运化的这个不足，运行的不足，皮肤肌肉容易松弛无力就是它的面部容易晦暗发青，这和肾虚之后阳虚之后产生的寒有关系。再一个色素沉着，这个色素沉着和寒症有关系，另外和肾虚之后，因为肾是主水的，水湿的运化不足了，排泄减退，就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又叫做水斑叫做水斑。比如咱们的这个真武汤治疗老年人的色素斑，一看面部浮肿发暗，又有水斑，还有这个色素沉着，咱们就可以用真武汤来治。真武汤吃上1个月，这种色素就会减退就可以美容，这个可以美容的用真武汤可以美容。第3个特点就是看瞳孔，咱们刚才讲了，它的瞳孔是晦暗，目光呆滞，没有神采的这个经常精神萎靡，比如说睡了一晚上，第2天醒来还是没有精神，困顿，哈欠连连，这就是一种没有神采的一个表象，没有神的一个表现，这是和少阴肾有关系的再看毛发毛发稀疏、枯槁、脱发，这种人的特点，这个还有眉毛稀疏、枯黄无光泽。这种人如果是正常少阴肾比较充足的话，他的眉毛是比较浓的眉毛比较浓有光泽，就是少阴肾比较充足的表现。如果这种人，咱举个例子，如果这个年轻人他的眉毛比较浓，但是呢他又没有光泽，另外是面部晦暗，这提示什么特点呢？这是通过面诊咱们可以判断一类的一个人群咱们接着讲这个第4点是少阴病容易出现毛发的稀疏、枯槁或者是脱发，这是讲的咱们的头发，因为头发是什么？肾之余发为肾之余，所以头发可以反映咱们的少阴肾的一个肾经的变化。但是咱们正常人如果肾经比较充足的话，那他的头发是这个浓密的、黑亮的这是咱们的正常的时候是这样的。再一个眉毛同样是由少阴肾来所主的所以如果少阴病属于少阴状态的一个人，那他的眉毛是稀疏的、枯黄的、没有光泽的因为咱们讲的6经面诊都是讲的病态的这种面诊
如果说正常，如果毛发和眉毛咱们是在一起讲，如果这个人是少阴肾精比较充足的啊，是个正常人、健康人，那他的毛发比较浓密黑亮，眉毛也是比较浓黑光亮啊，这是咱们的正常的状态下。如果打个比方，如果咱们看这个人，咱们在直播课的时候讲到，咱们的少阴肾如果肾精充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的时候应该都是咱们刚才说的毛发的浓密黑亮有光泽。如果这个在年轻状态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毛发的稀疏枯槁，这说明是少阴的肾精亏虚，或者肾阳虚，或者肾阴虚，都会造成咱的眉毛或毛发枯槁脱发，或者是没有光泽，这是病态的。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一个20来岁的25岁了啊，应该是属于壮年，这时候应该是肾精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如果一看这个人毛发眉毛比较浓密啊，这个人肯定是肾精比较充足，这个性功能也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过了几年，他出现了这个什么状态呢？面色晦暗啊，面色晦暗，眼睛，当然后期还要讲望神，眼睛没有神采啊，望神是没有神采的，这就和他的年龄是这个不相当的啊，不一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应该要进行问诊了啊。如果他和年龄不相当，本来是眉毛比较浓密的，头发比较浓密的，这时候过1、2年他出现了什么状态呢？面色晦暗，没有神采，这时候他肯定是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咱们对这种如果是男性的话，咱们就要问他他的野游史啊，问他的野游史。这是怎么问呢？一看他本来是眉毛浓密，头发比较浓密，结果出现了和他头发和眉毛不相当的一些面部的体征，比如面色晦暗、有色斑啊，这些状态咱们要问他的野游史。咱们掌握个技巧，问他你是不是经常是出入一些这种不好的场合啊，经常笼占于野，是不是？要问他你是不是1年4季都在春游啊？或者是你是不是经常约不同的人去踏青呢？啊，这是如果他回答是肯定的，那咱们判断是准确的。如果不是，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经常熬夜，尤其是一些搞 IT 的，一些搞脑力劳动的，或者一些教师，经常是熬夜啊，经常在晚上过了12点以后还没有在睡觉，这时候是损伤咱们人体的肾精的啊，尤其肝肾都会损伤。这时候它可以出现，虽然毛发眉毛浓密黑亮，但是它的面色晦暗，有色斑有水斑，这时候要注意，要问他有没有这些不良的习惯，或者是耗损咱们肾精的一些习惯啊。通过问诊咱们通过面诊以后可以判断有这方面的因素啊，和年龄不相当，和咱们的一些先天的因素不相当的时候，就要注意问诊。同时咱们再举个例子啊，一个病态的例子，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西汉氏综合征？西汉氏综合征啊，这个是个西医的病名，它是怎么来的呢？经常发生于女性，男性基本上没有啊，经常发生的女性，它怎么得来的？是因为产后生产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出现大出血，如果大出血持续时间比较长，量比较大，这时候会影响咱们脑的垂体的前叶，脑垂体前叶叫什么呢？又叫腺垂体，它分泌是各种的激素，尤其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个受损之后，这些内分泌的功能会减退，造成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减退，会影响外周的激素水平，尤其是甲状腺的激素，它也会减退。这时候人会出现什么状态呢？眉毛稀疏啊，眉毛稀疏，或者是眉毛全部脱失啊。如果比较厉害的话，这种病人会眉毛没了啊，没有眉毛了，同时呢，面部是浮肿的啊，面部是浮肿，而且这个人是怕冷啊，性功能是减退的啊，这是他的面诊的特点。通过一看这种面诊，尤其是眉毛消失了，眉毛脱失，你要问他，
尤其女性，你要问她是不是有产后大出血的情况，如果她有，肯定是这种90%以上是这种稀罕氏综合征。如果咱们再查一些甲状腺的功能，一看减退，腺垂体的功能一看也都是减退的，这种情况就是这种稀罕氏综合征。通过面诊就可以判断有这个倾向。我曾经治过这一例这个稀罕氏综合征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大概是50岁啊，来我们医院的时候，她是住院的啊，来医院以后发现，一看眉毛稀疏，她没有完全消失，眉毛是稀疏的，而且面部浮肿怕冷。我一看啊，通过面诊一看，这个有可能是出现了这个腺垂体功能减退，所以让她查了一下腺垂体功能，还有甲状腺功能，一查，这个和我的判断是准确的啊，就是个稀罕氏综合征。我用的什么药呢？因为我是经方派，我用的是这个真武汤加味的。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真武汤？是《伤寒论》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方剂啊，真武汤。真武汤原来不叫真武汤，是叫玄武啊，就是中国有4神像啊，朱雀、玄武、青龙、白虎，是吧？这个真武汤是原名叫玄武汤，它为了是避讳唐朝的唐玄宗的这个名字，所以改为这个真武汤。真武汤它治疗是少阴、肾虚、肾阳虚兼用水饮的，正合符合这种稀罕氏综合征的这种表现。稀罕综合征就是个肾阳虚加有水饮的一个病机，所以用真武汤。这个病人吃了大概半年，用真武汤加味啊，吃了半年之后，基本上症状完全缓解，他的西药、激素和甲状腺素片也基本上停掉了。所以通过面诊，咱们初步判断他是这种病，然后就可以处方用药啊。基本上如果他看到眉毛稀疏或者消失，面部浮肿、怕冷，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这种肾阳虚的一个表现，所以就可以用经典的方剂真武汤来治疗啊。这是一个通过面诊看看这个眉毛消失或者是毛发稀疏、枯槁没有光泽，这是可以判断是肾阳的不足。当然也有这种肾阴虚不足造成的啊，但是肾阴虚所造成的应该就没有怕冷、没有浮肿这些表现啊。这是看毛发、眉毛可以判断它是不是少阴病。第二点，看一个瞳孔啊，这个瞳孔是非常重要。咱们以后讲望神的时候啊，还要讲这个瞳孔。咱们神的表现，看有没有神采，都要通过眼睛来看，看看瞳孔的大小，有没有光泽，有没有这个神采，就看瞳孔。如果是这种病人是阳虚的病人，他瞳孔是缩小的，哪怕是在晚上，他也是瞳孔是缩小的，没有光泽，没有神采。刚才咱举了个例子，稀罕氏综合征，这种病人也是这种没有神采的，瞳孔也是缩小的啊。一看这个病人没有精神，啊，通过瞳孔的缩小，没有神采，可以判断他是一个肾阳不足的一个病人啊。这是瞳孔，阳虚的人会出现瞳孔的缩小啊。第7点就看泪堂，因为少阴面这个除了刚才咱们讲的头发、眉毛、瞳孔，还可以看咱们泪堂。泪堂是在咱们的下眼睑啊，下眼睑的地方都属于眼睛的一部分。下眼睑会出现发青、发晦暗的这种表现，也说明是肾阳虚啊。肾阳虚的病人也会出现下眼睑、泪堂这地方发青、发晦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人？如果长期熬夜的这些人，啊，因为我前几天出诊的时候，有个年轻人30岁，他的泪堂是发青发暗的，眼周围是发苍白的啊，眼周围苍白，然后这个泪堂是发青晦暗的，然后眼周的四周这个面颊地方是发晦暗，然后并不是苍白，发晦暗的，没有光泽的，这是四周和内部的颜色不一致。泪堂这个地方就可以判断出它是个肾阳虚啊，尤其是眼睑发青，可以判断是个肾阳虚的一个表现。所以少阴面大部分是阳虚的一个面容啊。再看两拳，第8点，两拳是发红或者发斑，发红的相对说少，
但是发斑的人比较多啊。比如说，这个没到他出现色斑的年龄出现色斑了，满脸都是，或者是某个局部，尤其两颧地方出现色斑了，色素沉着。按照色素沉着这个表现来说，中医叫什么？叫水斑啊。什么叫水斑呢？就是水多了。水为什么会多呢？和水有关系的脏器是哪些呢？常见的是肺、脾、肾三脏啊。肺、脾、肾三脏，如果出现了两颧这个地方发斑，和肾脏相关啊，绝大部分和肾是相关的，属于少阴的一个问题。所以少阴肾阳虚之后，水气可以它这个代谢的比较慢啊，因为肾它的一个功能是排泄小便的。如果当这个水比较多的时候，小便量少啊，水气停留在体内，它会在咱们的面部会显示出来，尤其两颧的地方显示出来，出现色斑的沉着啊。这时候咱们可以判断它是一种肾阳虚造成的水饮停聚。这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真武汤。所以一些年轻的女性，如果在没有出现色斑的年龄的时候出现色斑了，咱们前面就讲《内经》讲的5期阳明脉衰，面始焦，是吧？如果没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出现了这种发斑，或者就算是出现了这种在这个年龄阶段出现了色斑，也说明是个脏器功能减退了，尤其肾阳虚，水饮不能运化，不能排泄，这时候就可以在这个面部出现这种色斑。所以要祛色斑怎么办？就可以用咱们的真武汤啊。真武汤它可以治疗这种水斑啊，通过利水温阳利水，水去了，这种斑自然就会消失。所以咱们现在很多护肤品祛斑的、美容的，很多价格比较昂贵啊，效果也不见得非常明显。与其花这么多的钱来用护肤品，倒不如咱们调理咱们内脏。咱们的皮肤表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病，皮肤病之所以会出现在皮肤上，它是因为咱们的内脏脏器功能协调能力差了，功能协调这个紊乱，然后出现了脏器功能的减退，这时候才会出现咱们的皮肤病。所以有诸外必行诸于内，外部的表现咱们要从自身的内脏来找原因。比如说咱们这个色斑啊，这尤其两颧的色斑，这是咱们的肾阳虚造成的水液停留。所以咱们要治疗这种皮肤病，要美容，咱们就从内脏来调理。内脏调理好了，咱不用护肤品，自然而然这些色斑就会消失。比如再打个比方，咱们年轻的时候，尤其小孩刚出生的时候，面色红润，根本不会出现色斑，是不是啊？为什么会出现色斑呢？因为它气血比较充盛，脏器功能是比较强盛的，所以它不会出现这种色斑。而到了年龄老了以后，老年人就会出现老年斑，咱们俗称的老年斑。这种老年斑为什么会出现？同样是咱们的内脏功能减退了，尤其是肝肾功能减退以后，就会出现咱们的老年斑。说如果要减轻这些老年斑，要是治疗这种老年斑，咱们怎么办呢？要通过调理内脏来治疗，尤其是养肝养肾的这些方法来治疗。第9点就看耳朵啊。为什么要看耳朵呢？就要涉及到咱们的中医的基础理论。肾是开窍于什么地方呢？肾是开窍于耳的啊，开窍于耳。所以咱们看耳朵的颜色、色泽的变化，同样可以判断咱们的少阴肾的问题。所以少阴面它这个所观察的地方比较多，眉毛、头发、眼睛、两颧、耳朵，都是咱们少阴面的一个内容啊。通过整体看这些部位，就可以判断到底是少阴肾虚不虚啊。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耳辄征啊。什么叫耳辄征呢？耳垂这个地方出现皱褶，这个皱褶是什么表现呢？是有横的一个皱褶，皱褶越多，提示按照现代医学这个理论来说，它提示什么呢？提示动脉硬化的程度越高。耳皱褶越多，它动脉硬化的程度越高，尤其是冠心病啊。冠心病按照中医来说，它属于少阴的问题，属于少阴心的问题。但是少阴心和肾是相关的，因为心阳来源于肾阳
咱们后边讲这个瞳孔望神的时候，还讲这个肾阳和心阳是相关的，所以同样反映咱们肾的问题。所以耳der症的出现，其实它一个是什么呢？是动脉硬化，这个心阳虚或者肾阳虚这种表现。